在现代社会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类特殊的群体，他们看似普通，却总是感到疲惫不堪，仿佛生活的重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。这些人被称为身弱之人，他们的存在引发了我们对人类身心状态的深入思考。身弱之人并非指身体有明显疾病或残疾的人，而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感到力不从心、精力不足的人。他们可能是你身边的同事，总是需要比别人更多的休息时间，也可能是你的朋友，每次社交活动后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元气。这种现象在当今快节奏、高压力的社会环境中变得越来越普遍，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。这一现象的出现和蔓延，不仅影响了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，还对整个社会的运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职场中，身弱之人可能难以适应高强度的工作节奏，导致工作表现不佳或频繁请假。在家庭中，他们可能无法充分履行自己的角色职责，影响家庭和谐。在社交圈中，他们可能因为难以保持持续的社交活力而逐渐边缘化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身弱之人的状态往往不被周围的人所理解，他们的困扰常常被误解为懒惰或缺乏毅力。这种误解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心理压力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因此，深入探讨身弱之人的现象，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帮助这一群体，也能为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。随着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，我们对身弱之人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。研究表明，这种状态可能与个体的神经敏感性、压力应对能力以及能量管理方式有关。了解这些潜在的机制，有助于我们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改善策略，帮助身弱之人提升生活质量，同时为预防更多人陷入这种状态提供指导。在接下来的探讨中，我们将深入分析身弱之人的特征，探讨导致这种状态的心理能量匮乏问题，并寻找改善的方法。通过全面的了解和分析，我们希望能为身弱之人及其身边的人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，共同创造一个更包容、更理解、更健康的社会环境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总会遇到一些看似普通，却常常感到疲惫不堪的人。他们可能是你的朋友、同事，甚至是你自己。这些被称为身弱之人的群体，其实正在经历着一场无形的能量消耗战。他们的特征往往不易被察觉。这种误解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心理压力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因此，深入探讨身弱之人的现象，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帮助这一群体，也能为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。随着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，我们对身弱之人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。研究表明，这种状态可能与个体的神经敏感性、压力应对能力以及能量管理方式有关。了解这些潜在的机制，有助于我们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改善策略，帮助身弱之人提升生活质量，同时为预防更多人陷入这种状态提供指导。在接下来的探讨中，我们将深入分析身弱之人的特征，探讨导致这种状态的心理能量匮乏问题，并寻找改善的方法。通过全面的了解和分析，
我们希望能为身弱之人及其身边的人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，共同创造一个更包容、更理解、更健康的社会环境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总会遇到一些看似普通，却常常感到疲惫不堪的人。他们可能是你的朋友、同事，甚至是你自己。这些被称为身弱之人的群体，其实正在经历着一场无形的能量消耗战。他们的特征往往不易被察觉，选择独处时间来恢复能量。然而，这种行为可能被误解为不合群或缺乏社交能力，进一步加剧他们的社交压力和孤独感。难以坚持是身弱之人面临的另一大挑战。由于能量储备有限，他们往往难以长期专注于某项任务或坚持某种习惯。这不仅体现在工作中，也反映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例如，他们可能难以坚持健身计划，或者在学习新技能时容易中途放弃。这种特征容易被误解为缺乏毅力或意志力薄弱，然而实际上，这更多是源于能量管理的困难。这些特征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身弱之人的日常生活体验。他们的世界仿佛被一层无形的薄纱笼罩，每一个动作、每一次互动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。然而，正是这种独特的生活体验，也赋予了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感受力。理解这些特征的背后原因，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支持和包容身弱之人，也为探索人类能量管理的奥秘提供了宝贵的线索。在探讨身弱之人的特征时，我们不仅要深入思考这种状态背后的根源。事实上，身弱现象往往源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：心理能量的匮乏。这种内在的能量不足，犹如一台运转不畅的发动机，影响着个体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心理能量匮乏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，涉及个人环境和社会等多个层面。首先，长期的压力和焦虑可能是导致能量耗竭的主要原因。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，以及日益增加的工作和生活压力，常常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。这种持续的紧张状态会不断消耗心理能量，而没有给予充分的恢复时间。其次，睡眠质量的下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。很多人虽然睡眠时间足够，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睡眠质量不佳，无法有效恢复心理能量。此外，缺乏有意义的社交联系，长期处于消极情绪中，营养不良等因素也会导致心理能量的持续流失。心理能量匮乏带来的负面后果是全方位的，不仅影响个人的身心健康，还会波及到工作和人际关系。在身体层面，能量不足可能导致免疫力下降，使人更容易生病。长期处于低能量状态还可能引发慢性疲劳综合征，严重影响生活质量。在心理层面，能量匮乏往往伴随着情绪低落、自我效能感降低，甚至可能引发抑郁症等心理健康问题。在工作中，心理能量不足会直接影响工作效率和创造力。难以集中注意力、决策能力下降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减弱，这些都是能量匮乏的表现。长此以往，不仅会影响个人的职业发展，还可能给企业带来损失。在人际关系方面，
能量不足的人往往难以维持健康的社交生活，他们可能会逐渐减少社交活动，甚至完全退出社交圈，导致孤独感加剧，进一步加重心理负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心理能量匮乏还可能造成一种恶性循环。能量不足会导致人们难以采取积极的行动来改善现状，如规律运动、保持健康饮食等。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剧能量的匮乏，使人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状态。因此，及时识别并打破这种循环至关重要。认识到心理能量匮乏的影响因素和负面后果，是改善身弱之人状态的第一步。只有深入理解问题的本质，我们才能找到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。这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，也需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。通过多方面的干预和调节，我们有望帮助更多人走出能量匮乏的困境，重新找回生活的活力和热情。虽然身弱之人常常面临诸多挑战，但他们也拥有独特的潜在优势。这些优势在适当的环境和条件下可以成为他们的强大武器。高感受性是身弱之人最显著的特质之一，他们对周围环境和他人的情绪变化有着敏锐的洞察力。这种敏感性使他们能够捕捉到微妙的细节和情感波动，在人际交往和艺术创作中展现出独特的优势。例如，在团队合作中，他们常常能够察觉到潜在的矛盾和问题，并适时地提出建设性意见，促进团队和谐与效率的提升。这种高度的感受性往往与创造力密切相连。身弱之人倾向于深入思考和感受，他们的内心世界丰富多彩，能够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，并将其转化为独特的创意和作品。无论是在文学、音乐、绘画还是其他艺术领域，许多杰出的创作者都具有敏感的特质。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够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，因为他们深刻地反映了人性和情感的复杂性。除了高感受性和创造力，身弱之人还往往具有较强的直觉功能。这种直觉并非凭空而来，而是基于他们对周围环境的敏锐观察和长期积累的经验。在决策过程中，他们能够迅速感知潜在的风险和机遇，做出准确的判断。这种能力在商业投资等领域尤为宝贵，能够帮助他们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潜在优势并非与生俱来就能发挥作用，而需要通过适当的培养和引导才能充分展现。对于身弱之人来说，学会管理自己的敏感性，将其转化为积极的力量至关重要。例如，通过冥想、写作或艺术创作等方式，他们可以有效地处理和表达自己的情感，避免被过度的敏感所困扰。同时，创造适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也是发挥这些优势的关键。在一个支持性的氛围中，身弱之人可以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感受性和创造力，为团队和社会贡献独特的价值。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和艺术家都证明，将自身的敏感特质转化为优势是完全可能的。在探讨了身弱之人的潜在优势后，我们不禁思考，如何帮助这些个体更好地发挥其独特优势，同时改善能量匮乏的状况。
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个人成长，更涉及整个社会的多元化发展。改善能量匮乏的状况，首先需要培养松弛感。松弛并非懒惰，而是一种放松而又充满活力的状态。通过定期练习深呼吸、渐进式肌肉放松等技巧，身弱之人可以逐步降低身体紧张度，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。此外，培养正念意识，专注当下，也能帮助大脑从持续的紧张状态中解脱出来，为心理能量的恢复创造条件。课题分离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改善策略。身弱之人往往容易将他人的问题或环境中的负面因素内化，导致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和能量流失。学会区分我的和不是我的，明确自身责任边界，可以有效减轻心理压力，保护宝贵的心理能量。这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觉察和实践来培养，逐步建立健康的心理界限。情绪调节能力的提升对改善能量匮乏至关重要。身弱之人往往情感敏感，容易受外界影响而情绪波动。学习识别接纳并适当表达情绪，而不是压抑或过度宣泄，可以帮助维持情绪稳定，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。冥想、写日记等方法都是有效的情绪调节工具，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情绪状态。寻求支持是改善能量匮乏不可或缺的一环。身弱之人不应将自己孤立，而是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寻求他人的帮助和支持。这可能包括家人朋友的情感支持、专业人士的指导，或者加入志同道合的群体。建立一个理解和支持自己的社交网络，不仅可以在需要时获得帮助，还能通过分享经验和互相鼓励，增强面对挑战的信心和能力。在实施这些改善策略时，重要的是要尊重个体差异，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。每个人的情况都是独特的，什么方法最有效，需要通过不断尝试和调整来发现。同时，保持耐心和自我 compassion 也很重要。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不应给自己施加过大压力。随着这些策略的逐步实施，身弱之人往往会发现自己的能量水平逐渐提升，不仅日常生活变得更加轻松，也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潜在优势。这种积极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个人成长，还能为社会带来更多元化的贡献。当越来越多的身弱之人学会管理自身能量，充分发挥其独特才能时，整个社会的创新力和包容性都将得到提升。在探讨了改善能量匮乏状况的一些基本策略后，我们不禁要思考，有没有一些更积极、更直接的方法来补充心理能量呢？事实上，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有效的途径，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焕发活力，重拾对生活的热情。接触自然无疑是一剂强大的心灵良药。漫步在郁郁葱葱的森林中，聆听清脆的鸟鸣，感受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的斑驳光影。这些简单而纯粹的体验能够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深度放松。大自然的宏伟与宁静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能够让我们暂时摆脱日常生活的纷扰，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。研究表明，每周在自然环境中花费至少2小时，可以显著提升人们的身心健康水平。
与自然亲密接触的过程中，我们往往会体验到一种敬畏感。这种敬畏不仅来自于大自然的壮丽，也可能源于艺术、科学，甚至人性中的美好。当我们站在广袤的星空下，或是欣赏一幅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时，那种超越自我的感觉能够让我们获得深刻的情感共鸣和精神愉悦。体验敬畏不仅能够增强我们的幸福感，还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同理心。培养兴趣爱好则是另一种补充心理能量的有效方式。当我们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热爱的活动中时，往往会进入一种心流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时间仿佛静止，我们完全沉浸其中，忘记了外界的干扰和内心的烦恼。无论是绘画、音乐、园艺还是烹饪，只要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活动，都能成为滋养心灵的源泉。持续参与这些活动不仅能带来愉悦感，还能增强自我效能感，为生活注入新的活力。关注身体也是补充心理能量的重要途径。我们的身心是密不可分的整体，良好的身体状况能够直接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。定期进行适度的体育锻炼，不仅能增强体质，还能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，带来愉悦感。此外，保持充足的睡眠、均衡的饮食、适当的放松，也都是关爱身体的重要方式。当我们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需求时，往往能够更好地觉察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能量水平。助人为乐看似是在付出，实则也是一种获得心理能量的有效方式。当我们帮助他人时，不仅能体验到自身价值的实现，还能获得社会连结感和归属感。这种积极的社交互动能够激发我们的正面情绪，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。研究发现，经常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加快乐健康。通过助人，我们不仅能够为他人带来温暖，也能为自己的生活增添意义和色彩。这些补充心理能量的方法虽然各不相同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它们能够帮助我们跳出日常生活的框框，重新建立与自然、他人以及自我的连接。通过这些方式，我们可以逐步恢复内在的活力，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和方向。对于那些感到能量匮乏的人来说，尝试这些方法可能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毅力，但只要坚持不懈，必定能够收获丰厚的回报，重新点燃对生活的热情。在探索了身弱之人的特征、挑战和潜在优势后，我们认识到，改善能量匮乏状况并非一朝一夕之事，而是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实践。通过培养松弛感课题、分离情绪调节和寻求支持，我们可以逐步缓解身心压力，提升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。同时，积极采取接触自然体验、敬畏培养兴趣、关注身体和助人为乐等方法，能有效补充心理能量，重建与周围世界的联系。然而，真正的改变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积累。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是重燃对生活热情的基石，这包括规律的作息、均衡的饮食、适度的运动和充足的睡眠。这些看似简单的习惯，实际上为我们的身心健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通过建立稳定的日常 routine，
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控生活节奏，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，从而为追求个人成长和实现理想抱负创造有利条件。此外，培养积极的心态和开放的思维方式同样重要。尽管身弱之人可能面临诸多挑战，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自身的独特优势，如高感受性创造力和敏锐的直觉。这些特质使我们能够以独特的视角感知世界，在艺术、科学或人际交往等领域做出卓越贡献。通过接纳并善用这些优势，我们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，在发挥所长的同时，也能更好地管理自身能量。重燃对生活的热情，还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和尝试新事物，保持好奇心，主动接触不同的人、文化和观点，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，激发内心的活力。无论是学习一项新技能、参与社区活动，还是规划一次旅行，这些经历都能为生活注入新的动力和意义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在生活的细节中发现美好，培养感恩的习惯，每天花些时间回顾值得珍惜的人和事，能够帮助我们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。即使在困难时期，这种习惯也能帮助我们找到继续前进的动力和希望。最后，重要的是要记住，改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反复，但只要保持耐心和恒心，持续实践那些有益的习惯和方法，我们终将看到积极的变化。每一个小进步都值得庆祝，因为它们都是通向更好生活的重要步骤。通过不断调整和完善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我们能够逐步增强心理能量，提升生活质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会发现自己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，更深刻地体会生活的美好。这种转变不仅能够改善我们的个人生活，还能积极影响周围的人，为创造一个更加和谐、充满活力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